你剛剛絕招是不小心按到還是你按到？我就想說你應該不小心按到。好險你沒有翻錯邊。Good morning， 又是嶄新的一天。還記得我們之前有拍攝我們帶哥哥去參加機器人比賽的故事嗎？記得。那上次呢，我覺得比較像是體驗吧。那個時候呢，他沒有自己的機器人，然後他去比賽的時候也是一個 S 型的分組，他很幸運的跟2個超級強的哥哥姐姐同一隊，对，所以他最後呢很幸運拿到第2名。那現在更進階的來了。就是他體驗了1學期的課程之後呢，現在學校居然要開啟了一個機器人校隊，要求我要參加校隊。於是呢，我們就去聽了這個校隊的說明會。不聽還好，一聽不得了。門檻真的是蠻高的，就是你要買自己的機器人嘛，然後他會多了一些校隊的特訓時間，就是要課程的費用。是的。那加起來呢，差不多要將近10萬塊。又是一個10萬，我們人生要有幾個10萬呢？那這也造成了我們當爸媽的一個很大的課題，這個門檻確實是蠻高的，我們就很掙扎說，他會不會就是覺得好像很輕鬆就可以得到這件事情，然後就沒有好好的去珍惜這件事情。但是機器人課這個東西呢，我們也知道它可以學到很多東西。那當然呢，他其他的同學的家長也是跟我們一樣遇到同樣的困擾嘛，就是他們也在掙扎說，到底要不要上這樣子。對，然後我就聽到有其他家長跟我們分享一個很不錯的觀念，就是他們會希望小朋友可以做一個簡報，告訴我說你為什麼喜歡他，你為什麼想要上這個課。那我們會來內部的評估一下，爸爸媽媽會開會，對，評估一下，來看一下你這個提案有沒有辦法說服我。我就聽到這個概念很不錯，我也覺得不錯，因為他在做提案的过程，我覺得他會去思考到說，那我為什麼要上機器人？對，也不会讓他覺得好像他想上什麼或想學什麼，就是分辨不出來這1000塊跟1萬塊的差別，或者1萬塊跟10萬塊到底差別在哪裡。所以他在學習的過程當中，他也會知道說，其實這些錢都是爸媽得來不易的錢，在這個過程當中，他有這些認知的話，對我們來講都是比起讓他就直接去上來的好很多。所以至於要不要給他上呢，我們就先等他的提案報告出來，我們再來評估研究看看。準備好要來提案了嗎？好。為什麼你想要上機器人課呢？因為電子有上。啊？因為同學上你就要上？那可是這個東西很貴，這個東西要10萬塊。因為我覺得很酷。機器人很酷。我可以有自己的機器人，看起来很好玩，因為可以組機器人，可以帶回家玩，可以比賽，可以跟同學比，也可以玩障礙賽，然後就没了。那你覺得這個校隊可以讓你額外學到些什麼？組機器人之類的，會認識一些程式碼。要自己寫程式碼？那機器人可以做什麼？只要機器人可以做的事情，可以寫的都可以。那這跟你之前用老師的有什麼不一樣？就是我的可以改，老師的不能改。所以你就會多一些創造力嗎？還有什麼是你要說服我覺得一定要讓你買這個機器人跟上這個課的？它好像沒了。沒了嗎？就這樣嗎？那你確定了？你做完我就要做決定了。好。確定嗎？確定。早安，今天一早7點起床，出門就直奔新竹，準備來參加我們有自己的機器人之後的第一個人形機器人比賽啦，屬於我覺得比較推廣性質的。但今天早上呢，它還是會有4名還是5名的選手會被淘汰，所以今天有點緊張。但今天呢，同樣有點 PTSD，就是上次在亞洲機器人大賽的時候，就是我來不及跟 Cody 溝通到，我就把他的獎金呢就分享給其他的隊友了。但這一次呢，我已經汲取教訓了，我應該要來好好的跟他溝通一下。今天呢，因為不是跟其他選手或跟其他學長同一隊，就是自己有機器人就可以自己一隊。我覺得那個感覺會更不一樣，會比起上次可能來觀摩啊，或者是來體驗看看的感覺，會再多一點參與感。所以呢，希望今天他也可以拿出很好的表現。上次第2名，我們今天努力看看，看有没有機會第1名。A team of kids with hearts of steel, creating a world that feels so real. $10 a class for a spark to ignite, worth every penny for his eyes so bright, learning and growing side by side. 好，第3季有后腰墙、侧踢、正踢、前滚翻踢、剪刀脚跟侧放甩。
比賽開始了，我覺得我離遠一點好了。不是為什麼我有點焦慮？要被淘汰4個人，那我們的年紀都算是整個裡面比較小的。因為這個比賽啊，它是不分年紀。然後剛才那個，我覺得比上次更難的。現在預賽是無障礙賽，就是要先把那個角锥打掉，但是很容易機器人就掉到這個平台下面，然後掉到平台下面是最虧的。很多都掉下去，所以你們只要盡量不要掉下去就好。那你要超過線才可以吧？你站着1分鐘就過關了，就晉級了。好，来，黄河请上台，劉兆熙，請準備。3、2、1 ，Go！ 怎麼了？好，請走一個迂回戰術，黃河，對嗎？裝忙，找事情做。好，那我先喊下一個，劉兆熙準備。劉兆熙不可以用這樣子啊，劉兆熙。好，3、2、1 ，Go！ 哎呦，你射得好帥啊！慢慢來。這個1分鐘是屬於你的1分鐘慢慢來，對不對？哎呦，同學不錯哦，鼓勵。漂亮。好，到位置嘍。哦，怎麼了？劉兆熙站一下啦，不會倒啦。然後又搶，帥啊！哇，你刚刚絕招是不小心按到還是你按到？我就想說你應該不小心按到。好險你沒有翻錯邊，你如果往後就反邊了，就掉下去了。0分哎，但應該有機會晉級哦。可以啊，我就已經有4個人直接被淘汰。好，來計時員 ，OK。好，來3、2、1 ，fight！ 好，暫停，藍方1分。比賽結束，5比0，由藍方獲勝。OK， 好，來由第2棒上場準備，然後第1棒可以先回去休息一下。OK， 第1棒可以上來了，第1棒。好，來，比賽開始了，藍方 OK， 紅方 OK。好，來3、2、1，對。到，藍色1分。到，紅色1分。到，藍色1分。到，藍色1分。到，藍色1分。對。比賽結束，藍方5比1，藍方獲勝。已經是晚上的7點，快要半了，我們總算結束了。今天呢，是我們家哥哥第一次買了機器人以後，然後上了一整個學期的機器人校隊，然後第一次參加比賽。好險你那個預賽的時候沒有被淘汰，你1分都沒得就晉級了。沒掉下去啊？對，沒有掉下去，我們有點小聰明，對。然後我們下午打的那個，因為 S 選秀，他遇到 S 的那個中間，所以那3個人的實力都蠻平均的，所以就很可惜。我覺得這個簽語也是很重要。不過好險我們的佩華，哇，好棒哦！他也是第一次參加校隊，然後就抱回了一個大獎盃，第3名。而且這個獎盃跟上次的感覺就很不一樣，因為上次他們都沒有自己的機器人，大部分都是靠其他人在打。那這一次佩華超強的，他3場
贏了2場。那他第2場遇到的那個機器人，它其實超大超高，對不對？它的重量可能有4公斤。那我們的機器人會比較輕，所以很容易就會被打倒。今天呢還是比較交流性質啊，所以讓大家都打了比較久的時間。那时間有稍微比較 delay 到。那下禮拜呢，就是算比較正式，好像就很嚴格那種比賽，是全國的資通訊大賽。那希望我們這禮拜回去再好好練一下，下禮拜 Cody 可以有好的成績。下禮拜見，拜。棒。早安吶！整個城市都還在睡，我們已經抵達木柵高工了。7點半就要開到木柵報到，我們6點半就出門了，超級早的。好險，我們好像生理時鐘已經蠻習慣的。今天呢是這一季的機器人這個課程呢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場比賽啦，就是台北市辦的資通訊大賽。现在已经是下午的2點，看不到的感覺，這個心情真的好阿雜哦。就是第一次體會到什麼叫做家長的心情比小朋友還緊張，就在等待放榜的感覺，真的哇，還是小可惜家長不能進去看。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早上的，其實預賽因為人數沒有那麼多關係，所以今天的預賽是不會淘汰任何人的。那下午的複賽呢，就是1對1。2條路線，然後走任務賽。那誰比較快到達的呢，就會成功晉級，然後一路就金字塔往上，直接拿到第1名這樣子。Cody 還算是蠻順利的哦，因為剛才老師傳來消息，34隊只有4個人成功完成預賽，那他是第4個完成的，還蠻開心的。我這幾個禮拜陪他這麼認真練習，總算是有一點點小成果。但是預賽其實沒有那麼重要，最重要還是下午的複賽，所以現在很緊張，剩下最後的不到1個小時的時間了，不知道待會會不會傳來一些好消息。你按錯了，你按圈圈按錯了。晚上的5點45分，我們總算是比完今天的比賽，也改完明天的格鬥賽的程式了。怎麼樣？好玩嗎？今天？好玩。對不對？第一個我要怎麼完成的？真的哦？你是第一個完成的。結果下午第1場就投籃沒有投進。明年再接再厲，我們再好好練一下。因為今年我們練任務賽的時間其實真的蠻短的，大概不到2天吧。這個學期機器人校隊蠻多時間，大部分都讓小朋友自己學習怎麼去組裝機器人，所以任務賽還是比較多，讓他們去觀摩。那明天格鬥賽，我們在家裡面有多練一下。準備好了嗎？好了，期待嗎？我期待。我們回家還要再練一下哦。雖然我們早上6點就起床，可是明天還有格鬥賽，還要備賽，所以我們晚上回去還要再認真的練一下。哇！走了。
哇！哈哈哈！啊！遥控器摔坏了。OK， 今年的资通讯大賽到一個段落啦，怎麼樣？今天最後的結果如何？最後得到了16強，在16強的時候被刷掉了。我們昨天晚上練習的東西啊，然後還有我們這一個禮拜下課之後的練習，其實我覺得你還算有發揮到。我覺得你第2場其實沒關係啊，因為真的很難打。那個不可能會打到真的使用一次。你已經用過，然後沒有夾到，對不对？因為今天也是我們第一次參加政府舉辦，它也是比較正式，然後所有東西都很嚴格，旁邊的人是不能給小朋友任何指導的，如果有指導的話，好像會有失格的問題。所以今天是靠着 Cody 自己第一次完成了這個正式的比賽，然後也學到很多經驗。他第1場呢有贏下了5年級的哥哥，對不對？對啊，算也不錯了。那我們不足的地方，我們就回去再好好練習。贏1場的感覺怎麼樣？好玩，需要找到一點成就感，對不對？有贏才會有成就感。我覺得這個過程雖然機器人課很貴，我有最後念下去值不值得？我倒是覺得蠻值得的，因為陪伴他從組裝，然後一路看他這樣子裝過來到今天可以上場比賽，我覺得那個過程是比起你花錢買這個機器人還有比賽的結果來得更重要。那在這比賽過程當中，我們就可以討論很多的戰略，互相激盪出一些好的方式，然後一起來應對這些的比賽。我覺得對我們的不管是親子關係，還有他的學習上面，我們都可以互相彼此的交流。對我來說是一個還蠻不錯的回憶跟一件很值得做的事情。這個學期呢，我們的人形機器人課的記錄就到這邊啦。期待我們之後可以有更好的成長，或是去出國比賽的時候呢，更有更多不一樣的記錄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影片到這邊啦，喜歡的話記得訂閱、分享、按讚，下個影片再見嘍，拜拜。